现在流的眼泪都是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里进的水。小乐姐，别难过了，我让周一安去说他了，一会儿让他给你道歉。别人都以为我嫁了一个法官，还是个庭长，好风光啊！但是你知道的，你们法官除了那些工资还有什么？这个聚会不能参加，那个朋友要回避。方远连我洗个制服都不让我晾在外面，生怕小区的邻居知道他是法官。当然了，这是你们工作性质啊，我能理解，没关系。但是凭什么我跟朋友吐个槽，发个微信他都要管？那我作为一个公民，我还有没有自由了？是，这是他做的不对，太过分了。一会儿咱们一起好好说说他啊。师傅，和小乐姐道个歉吧。我又没错，我道什么歉？你错没错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师傅，你说说你这个脾气吧，你觉得把小乐姐给气了，你后不后悔，难不难受？啊？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爸妈都在老家给我找好工作了。那个大的金融公司给我高薪我都不去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，他工作这么忙，那我就必须要上一个朝9晚5的工作嘛，对吧？总要有人照顾家。我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为这家做了什么？凭什么他看我做的什么事情不顺眼就来指责我？方庭长，平时你调解别人家的矛盾那是一套一套的，怎么落到自己身上那么轴了呢？这是原则性问题。这还原则性的问题啊！这小乐姐对你多好呀，之前拉你去打羽毛球锻炼，那是小乐姐偷偷拜托我的，就是因为知道你身体不太好，工作太忙了，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。师傅，有什么争执都可以好好沟通，好好去聊的嘛。这也是你跟我说的，至于为这几句话去怪他吗？你拉我打球那事儿，我早就猜到了。猜到了，你都还这样吗？师傅，小乐姐平时忙里忙外的，照顾小孩，照顾家庭，真不比咱们工作轻松。你至于对她说这么重的话吗？我说什么重话？我就是一个好心的提醒，仅此而已嘛。你别跟我说，你肯定是起范儿了啊，摆出庭长那个架子，我想想都知道啊。你现在跟他去服个软。我服什么软？是他非要离，我又没要离。丽丽，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个叫倪蕊的同学，你们到底为什么不想跟他玩啊？从我们女儿上幼儿园开始，我就没有睡足过一个觉。我每天都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，我得给全家做好早饭，把孩子弄好了，把他送到幼儿园，送到学校，然后我再去上班。其实我的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但是我还得管全家人的衣食住行，孩子上了小学以后，每天那么多邮件我都得来回。本来我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，但是小孩上了学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就得加入家长群，每天跟他同学的爸爸妈妈们搞好关系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这种方远他知道吗？他每天回家，他是可以假清高，可是我行吗？这孩子都你一个人带啊，所有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做，这员工回来也不帮一把呀。我能指望他吗？你们法院的工作，白加黑，5+2，我指望他干嘛？他不把自己身体拖垮了，给我增添负担就算不错了。大姐，小乐姐，
乐姐，师傅来给你赔不是了。那个，你什么呀？快说呀！话说的有点重，说重了，对不住。你没说中啊，我就是庸俗、刻薄，我就是三观不正。你不用假惺惺跟我道歉。有完没完啊？啊？小乐姐，我都替你委屈了。哎，他在法院说一不二，回到家还想作威作福呢，真把他当作是我呢，这么好欺负，你别惯着他。小乐姐，你要真的觉得他无可救药的话，一个字，你。打开微信小程序，立案感情破裂，你。正好叶欣呢是立案庭的，我是民庭的，一条龙一起的给他判了。你要觉得不解气，这还有一个刑庭的呢，专管无期起判的那种案子，罪名随你定，太他个无期的。还笑你？净给我打马虎眼！你就是想着你师傅，你以为我没听出来啊？姐，你看你都笑场了，怎么以后帮你做主？笑了啊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啊。判你个无期还差不多。哎，我死刑，死刑。你跟阿姨讲的都是真心话。嗯。那你平时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呀？他搬起脸来就很凶，我不敢。没事啊。嗯。那孩子的事怎么办？那个师傅，这对方还是很坚持，他们要求你去学校当面给师生们道歉。让你们庭长在全校面前道歉，那他以后在单位里还怎么混啊？姐，所有的家长的情绪现在也在阵头上，要不你去和他们家长们私底下去沟通沟通，聊一聊。这边程庭长再去调解调解。我觉得吧，这孩子之间见个面，互相道个歉，这能行吗？我听下来觉得小朋友之间的矛盾也都还好，因为我小时候呢，在班里也是被皮大王打，可能我那时候没心没肺吧，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是校园霸凌。师傅，小乐姐，我跟丽丽聊过了。我觉得丽丽的同学的确受到了校园欺凌，但是跟丽丽没关系啊，可能是你们家长的原因。你是说我们这些大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孩？前段时间丽丽过生日的时候，她其实想邀请那个孩子来着，但后来又改主意了。快告诉妈妈，你为什么改变想法了？没事，大胆说出来。你就如实说出来。我听见你和霍思思妈妈说，那家人是极品。丽丽，你今天当着叔叔阿姨还有你爸爸的面，你说清楚了，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倪蕊玩？那我说让你欺负别的小朋友了吗？还有一次，在校门口放学的时候，你和陈川儿妈妈说话呢，我和陈川儿就想去找倪蕊玩，结果你们拉着我们就走了，然后还说千万别让他们跟上来推销东西，烦都烦死了。所以，我怕再和倪蕊玩，你会骂我。所以有时候
大人的一句话、一个行动，小朋友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当做一个命令去执行。然而很多大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听人小叶说的。你出去！我刚刚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这错不错的，你不也都说了吗？这小孩子之间呢，难免也会哭哭笑笑。你小时候被欺负过吗？也有啊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我是我们班上最受欢迎的呀。吹牛！你既然被欺负过，你应该知道，那种被欺负的感觉，并不好受。这听你的意思，难道你被集体排挤过？小时候，我有一个同桌，他的爸爸呢想找我爸爸疏通关系，我爸拒绝了。结果那个同学呢，就拉着同学到处说我坏话，让大家都不要跟我玩，孤立我。那你觉得是你同桌的父亲让他这么做的？可能吧。但你想想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信息的交流根本没有现在这么便捷，孩子、家长、学校之间还会互相影响，那更别提现在了。很多时候，家长们之间的矛盾，就会直接转化成孩子们之间的矛盾。那被孤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爸妈呢？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在办离婚手续。抱歉啊。没事儿，我要能说出来，就已经说明我不在乎了。你在乎，不然呢，你不会发现今天问题在哪。我来洗吧，你先去休息吧。这些年呢，孩子的事儿都是你在管，你在操心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态度又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真打算答应倪蕊爸爸的要求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倪蕊道歉？现在当务之急呢，是应该考虑看看，怎么把对这个孩子的伤害缩小到最小的范围。你就别管了，我看看怎么跟其他几个家长能够达成共识。你呢，空的时候也多做做其他几个妈妈的工作。哎，老陈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啊。那个关于倪蕊那个案子，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。廖凯，把我党员学习笔记交给内勤。好的，姐。姐，检察院补充的证据到了。
小云成长记，这是在唐小云家储物间发现的，这个标签是唐母贴的。今天数学期中考试，我只考了99分。这个成绩非常不应该，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损失了这1分。我对不起我的母亲，也对不起自己。看上去只丢掉了1分，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因为这1分而输掉你整个人生。记住，人生就是一场战斗，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就将让你一败涂地，千里之堤毁于一穴。你要好好反思。这才扣了1分啊，这就上升到人生的高度，这有点太夸张了吧？2014年，表弟在玩游戏，我在旁边偷看了2眼。这是我堕落的开始，我应该对表弟起到表率作用，而不是和表弟一起在游戏中堕落。游戏是引诱我的恶魔，我一定要抵挡住它的诱惑。我万分心痛，在此，我深刻检讨自己。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，你是一个意志力相当薄弱的人，这样的人难以承担重任。你表弟很快活，可他注定永远是个普通人。如果你想做普通人，没问题呀，那就不要做我的儿子。别人打游戏，他就看2眼都不行。填高考志愿的时候，我哥想学中文，我大姑不同意，他说学中文以后找不到工作，非要我哥学计算机。后来据说是我哥受不了了，主动去承认了错误，报考了计算机系，2人这才和好的。推算一下，唐小云哪年高考？应该是2013年。2013。2013年6月，这儿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在没有征求妈妈意见的前提下，自己擅自选择中文系。这种行为是对自己，也是对妈妈极大的不负责任。妈妈很久没有理我，我不怪她，她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，而我却伤了她的心。人生如战场，怎么能够毫无长远计划，仅凭个人一时的喜好，信马由缰呢？只有弱者才会口口声声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一个强者是不会被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左右的。为了成功，他必须保持清醒。唐小云妈妈的教育理念真的太可怕了，这哪里是什么成长记录，这分明就是检讨大全嘛！在孩子的世界里，母亲扮演着上帝的角色。马上去看守所，我要和唐小云再谈一次。丽丽爸爸，这位法官今天让我们把孩子都带过来，您知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法官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别着急，等等啊。让我们把孩子带来，这会儿又不是把孩子弄哪儿去了？方法官，前几天丽丽妈妈跟我聊天，这话里话外好像觉得跟我们做家长的还是有些责任的。她跟你说过没？我们说过。哎，你们不会真的要认了吧？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样，我说2句啊。这些天呢，我跟我爱人啊和孩子认真地谈了几次，我发现啊，我们作为家长啊，在这个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上的确没有起到一个正确的引导作用。引导作用？不是，那您说说应该怎么引导？咱们这4家的家长跟倪蕊爸妈的这个关系，多少有点矛盾，这个大家都承认吧？可是咱们不能把这个大人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孩子身上。方法官，您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可是倪新刚他就是抓着这点不放，先是让我们孩子退学，接着让我们公开给他道歉。
就算我们有责任，他这样做是不是也太过了呀？都是为了自己孩子，其实也可以理解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行，这说句对不起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是，他要是有再多的要求，我们绝不能答应。没错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底线了啊。私底下道歉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我就是要曝光他们这几家人的丑恶嘴脸。李先生，你先别激动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让他们公开道歉，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我要的结果很简单，我就是得这回把他们几家搞怕了，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们家孩子。他们怕不怕，我先放在一边不说啊。你这么做的话，你知道会给倪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学校那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倪蕊这件事情，在学校已经成为焦点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在议论。孩子经过心理疏导，好不容易现在克服了心理障碍，可以返校去上课了。但是你现在呢，是让4个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赔礼道歉，是不是倪蕊又一次成为全校的焦点？大家是不是又一次还要议论这件事情？小朋友们还敢跟他做朋友吗？恐怕连跟他说话都不敢啊！倪先生，你是一个爱着自己女儿的好父亲，但是你更应该从你的女儿出发，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应该如何的处理。孩子本身身心就脆弱，倪蕊能再一次愿意成为全校的焦点吗？她愿意这件事情持续发酵吗？她愿意再受到第2次伤害吗？你想一想。又来了。是的，而且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：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？我恨他。可是所有人都说你们关系很好，你很孝顺他，你恨他，伪装1天不难，难的是你伪装了这么多年。法官，可能是我演技好吧。唐小云，你一直在撒谎。你不是恨你妈，你怕她，非常的怕。你的母亲是老师，很严厉，从小到大对你的要求一直很高，考试不但要第1名，而且要100分，成绩要优秀，兴趣爱好、体育锻炼也要跟上，吃饭、睡觉、社交，你生活中的一切，她都给你制定了相当高的标准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她就会从人格上侮辱你。高考填志愿，你和你的母亲发生了分歧，你让你舅舅当说客，可惜你妈依然赢了。你研究生毕业，进了一家人人都羡慕的公司，高收入还有期权股票。可是，就在实习刚刚开始没多久，你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有了更好的 offer。你因为骚扰女同事被开除了。那个叫追求，不是性骚扰。你怕你妈知道你丢了工作，更怕她知道你被辞退的原因，所以你一直瞒着大家。在被劝退后，依然假装每天正常上下班，直到你妈生日那天起，你装不下去了，因为第2天就将是你转正的日子，这个谎言将被捅破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从被开除那天起，你就惶惶不可终日。你在想要如何面对你妈，因为你知道她一定会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、侮辱你，那是你绝对无法承受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动了那个念头，杀死她。她死了，你就不用再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了。他死了，你就可以解脱了，对不对？把嘴闭上。唐小云，
你杀他的时候只敢从他后背下手，是因为如果你看到他的眼睛，就绝不敢再做任何反抗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杀了你妈，你就打败了她？面对所有人的问询，你不愿意承认你怕她，因为承认你就输了，所以你说你恨她。这么说，你就获得了一种胜利的感觉，你觉得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母亲，对不对？法官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你们2个小时候做错事，会挨打吗？你妈会打你吧？不，她从来不打我，她只惩罚她自己。小云，多吃点肉啊，长身体。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啊？妈，我真吃饱了。啊，你吃不下了？行，妈替你吃。妈，我吃。这就对了，儿子，妈是不会害你的，妈做这一切啊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个道理啊，你要时时刻刻记着。你要是忘了，妈会提醒你的啊。99分，怎么会考99分？这学什么？这学什么？学什么？妈，你别这样！什么？妈也有责任，妈也有责任，是妈的责任，是妈的责任。那你父亲呢？从来没有阻止过你母亲吗？老爸他阻止过，没有，只会让我妈更加过分。我爸在的时候我挺开心的，至少我可以找一个人唠叨唠叨。可是我高1的时候啊，他也死了，所以我从高1开始，我就当了一个很乖很乖的儿子。我完成我妈妈要求的一切，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什么都会做好，而且我没有任何的要求，我只要求她别再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惩罚我。你因为害怕对你妈动手，可是为什么最后还要分尸呢？因为她是个魔鬼，得撕开，这样她就不会活下来了。他妈妈的教育方式确实是很扭曲，但是唐耀云能说出那么丧心病狂的话，也挺可怕的。会不会他精神上不太正常？我也想到这一点。公卿申请给唐笑云做一次精神鉴定。好。咱们这起案件之前也都做了充分的沟通，大家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。所以现在请大家来呢，我就在想，咱们能以调解的方式做到一个圆满的结果，那是最好。方言，这样吧，你来作为这个4个家庭的家长代表，先说2句。好。
这个，倪蕊爸爸，我呢，先代表方可丽，向您说声对不起。这件事情呢，是我们家长的责任，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。啊，方可丽爸爸呢，跟我们讲了很多，我们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。你这样，倪蕊爸爸，我仅代表我自己，还有我们家孩子，我郑重的跟您道个歉。对不起，请求您原谅。我也表个态吧。倪蕊爸爸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。倪蕊爸爸，我看大家的态度，基本上都是诚恳的，啊，各位家长，我也提一个要求啊，咱们一会儿跟倪蕊道歉的时候，我也希望大家的态度同样诚恳的，好吧？啊，你要求几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孩子道歉，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你说呢？这样吧，倪蕊爸爸，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几个孩子在房间里的监控画面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今天让各位家长把孩子都带过来，就是想希望通过心理医生来修复孩子受伤的这个心灵。孩子们已经在一起，其乐融融，非常快乐的在一起玩。我们作为家长，没有理由不像孩子那样。我们为什么彼此不能更宽容一些呢？倪蕊爸爸，要不这样，我一个人，我来代表我们4家的家长，我带着方可丽，我们俩在全校师生面前去做这个道歉，您能接受吗？过去了啊，就是孩子的事儿，孩子都不闹的，我们这当大人闹的是吧？方可丽爸爸，你说对，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些个当家长的影响了孩子。这件事情，作为家长，我有责任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您的理解。希望以后啊，咱们2家，不，咱们5家，对，是吧？还能像以前这样，咱们多走动，多交流孩子之间的这个教育问题，咱们互相监督，应该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同学们，今天的家长进课堂，我们请来了方可丽的爸爸。方可丽的爸爸呢，他是一名法官，今天他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校园欺凌。
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方可丽的爸爸，好不好？谢谢啊。这个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咱们兴城区法院的法官方远，今天呢来跟大家交流交流啊。在咱们这个小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我想问同学们，知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这个欺凌行为？打人、骂人、打人和骂人。还有吗？这3位同学啊，说的都对。但除了这些行为啊，还有一些行为也是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有人用言语攻击自己的同学，用行为呢去孤立某一个小朋友，甚至是制造谣言，这都属于是欺凌行为。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问大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告诉老师，告诉家长。可是我爸爸指挥使我没用，他告诉我，如果有人欺负我，就欺负回去。准确讲呢，应该说，如果有小朋友要动手打人、打你，你是应该正当防卫。但你爸爸说的呢，也不全对。因为如果我们以暴制暴的话，那只会激化更大的矛盾，是不是？哎，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像前面2位同学说的，第一，把这个情况跟学校讲，告诉老师，并且告诉家长。告诉家长呢，其目的就是我们一起啊，来正确的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化解矛盾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同学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方法官，谢谢您今天的讲座。今天呢，也给我们老师们上了一课。不，得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呢，今天啊，不光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，也不光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，更是以一个社工的身份来的。社工？这件事儿啊，倪蕊爸爸虽然原谅了我们，但我很清楚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大人造成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我们这个错误。哎呀，方法官，您说的太好了。说实话，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想到能那么顺利的就解决了。这件事呢，给我也上了一课。以后啊，我得跟您多多交流，多多学习。不，我们得多向你们学习，因为这事儿也让我明白了一点，以后不管工作再忙，也还是得多往学校跑一跑。谢谢啊，咱们多交流。谢谢，留步。好，您慢走啊，方法官。弑母、藏尸、逃亡，被捕后毫无悔意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我完全同意检方的量刑建议，我认为应该是死刑。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恰当，但我觉得唐小云情有可原。宋法官，你所谓的情，是指唐笑云的母亲对她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，但在法律上，必须要被害人有严重的过错，才能对唐笑云从轻处罚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无法为她找补。李飞，这些年虽然咱们一直在提倡死刑要少用慎用，但是该用不用，这也有违法治精神。唐笑云的精神鉴定报告出来了。精神正常，只是存在一些偏执性人格。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。安律师，哎，宋法官，坐吧。怎么样？
驸马官，我想尽了很多办法，唐小云的舅舅还是不愿意见我。安律师，作为法院律师，你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和唐小云的亲属谈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具谅解书的。他的父亲是独生子，没有直系亲属了。母亲这边，唐小云的舅舅态度非常坚决，他绝对不会原谅外甥杀害自己母亲的行为。一审判决下来了，死刑。你的律师说，你不打算上诉。我动手之前就想好了，我不想活。不，这么说不严谨，严谨点的说应该是，我想活，可是我妈把我变成了一个怪物。怪物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？我想过，但自杀是弱者才会做的事情，强者要遵守规矩。法官，对不起啊，只是利用你们，杀了而已。唐小云，你这种对弱者强者的思维，依然是你母亲灌输给你的。到现在，你也无法摒弃这种思维。你说错了，法官。但是这次我没听我妈的话哦。这一句漫长的承诺，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，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，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。这一盏跳动的灯火，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，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，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。